当我们还停留在剧组大多是男性主导的思维里时，《好雨之时节》的片场似乎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从把控镜头、用细腻情感叙述故事的女导演，到深耕剧本内核、精准刻画人物的女编剧，到统筹全局、为作品保驾护航的女制片，再到镜头前用实力演绎细腻情感的女演员郭雨欣。每一个关键岗位上都有女性专注且坚定的身影。无论是《好雨之时节》的10岁，还是现实中的每一位女性，都不再是附属品，而是丰富多元的表达主体，用实力说话。这大概就是片场最动人的女性力量。大家好，我是演员郭雨欣。第一次见面。Hello， 大家好，我是导演施帆。大家好，我是叶飞叶。第一次出爆剧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没预料到吧，因为更多的其实就是把戏拍完拍好，可能就拍下一个了。那它数据好肯定是开心的，老板也赚钱，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赚钱。出了爆款之后，会想要再比前面一个做得更优秀呢，还是说我跟之前一样就可以了？那肯定是还是希望有更有突破的。我拍的每个项目都是希望能够跟上一部有所区别，在题材上有所创新，然后演员的角色的突破，然后我个人的一些镜头表达的突破，然后整体服化道啊这些，希望有给观众一些眼前一亮的东西出来，还是希望一部比一部好吧。有了爆剧之后呢，心态会有些变化吗？我没有，到今天的我来说，我是比较平静的。我是11年开始写小说的，然后我大概在12年的时候，我应该是整个女频收入最高的。我其实那个时候一个月就几十万。从国民老公到好雨之时节，第一次合作到现在的3搭，您觉得有什么合作上的变化吗？国民的那个本子的话，相对来说它酸涩的东西会多一些，就各自我觉得都很内敛。然后好雨之时节的话是一个很甜的一个剧，而且越往后面会越甜，所以他们两个的状态啊，我觉得会比国民的时候会更加放松、放得开，然后更加自然生活化。你认为10岁这个角色最打动你的是哪一点？10岁最打动我的其实是他的这个故事很打动我，因为他从一个比较封闭和平静的一个状态，到后面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他原来知道原来世界是这样的，爱情是这样的，他去更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感情，他会让自己的这一块灰色的拼图变成彩色的，再跟宋志杰再拼在一起，这个世界会更完整。这场戏的话，情感跨度是非常大的，你有没有哪一场戏让你印象最深？很多，前2天我们拍了一场雨夜的一个戏，但这个还在保密这个片段，所以就不能说。我觉得他俩的那种试探和走近的戏都非常的拉扯，但是又很甜。拍摄情绪戏时，你通常呢是怎么快速的进入状态的？放歌吧，因为我一般都会进组就会听一些比较符合这个戏的氛围的一些歌曲，会让自己稳下来一些再去拍。跟2位演员老师已经合作很多次了，会不会太熟了？然后呢，在现场跟演员说你们2个给我装陌生点？会的，就是围读的时候就跟他们2个说，这个本子可能还是从陌生到当时，然后再到心动这样子。希望开始的时候还是疏离感强一点，但是因为2位演员老师都非常的专业，所以他们就很好处理这个东西，就是默契会很足的。那这次的合作，你觉得他们2个有什么新的惊喜给到你吗？2位都有。浩真的话，我会觉得他比以前更接地气了。在这次的话，他有很多很可爱、很反差感的那种表演出现，然后也有很多像拿了女主剧本的这种人设的表演出来。雨欣给我的惊喜的话，也是我觉得他现在整体的表演啊，要比国民的时候会更加细腻一些，和浩真一样，反差感也很大，大家都很放松吧，在这部戏里已经把自己最生活化里的状态给展现出来了。我倒是觉得浩真还是活泼了很多，就是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很爱。欣欣的话，就我俩实在太熟了，因为我俩没事干横店和杭州都会吃个饭什么的，就还好。现场拍戏的时候，有没有哪一段戏啊是雨欣啊跟浩真是临时有一个突发的想法，然后再加到剧本里？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我有点尝试，我不太喜欢改我词的演员和情况，因为我觉得我的台词写的其实相对起来也还没有那么差。我是一个非常计较台词的人，就是我写出来的每一句台词，可能我在心里对着电脑对我自己会念10几遍，我会觉得它非常的顺，或者贴这个人物的时候我才会定。现在呢，导演已经是女频顶流导演，将来有打算拍男频吗？没有，这个领域可能是我不太擅长的。
如果10岁没遇到宋智杰，你认为他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也会，总会有一些事情来打破这种假象的平静，因为这是10岁的人生嘛，岁岁不会一直这样暗淡的。用3个词来形容10岁和宋智杰的相遇，你会用哪些词来形容？命中注定，命中注定，命中注定。 10岁第一次发现被出轨时，内心最真实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懵啊，就是我觉得我维持的很好的一个平衡，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一定是会害怕的，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他很害怕被家里面知道，突然间发现这样的一个变故，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你认为10岁在做出离婚这个决定的时候，对他意味着什么？是解脱还是牺牲？他是松下了一口气吧，就是感觉可以做一下自己，重不重生的也不知道，离婚之后就会过得更好吗？也不知道，但至少不用这样假的继续过吧。你如何定义这个角色？他其实也存在一些女性的觉醒，应该是从哪一刻开始的？我觉得他这个觉醒是因为他不断的失望，他也会先有自欺欺人，后面呢又发现没办法，事实就是这样，他是逐步的，这个我忍不了，这不是我要的生活。如果以10岁的身份送给正在恋爱中或者是经历一些感情的挫败的女生，你想说一句话，说什么？对的人就会相遇，就是命中注定的，不用焦虑，爱情一定会有的。石帆导演，你觉得“拼命3娘”这个词适合形容你吗？我觉得是别人以为的，但我自己还好，我自己没有觉得很累很辛苦，因为我经常拍的时候，拍完之后我自己都是忘记时间的状态，就完全沉浸在那个拍摄的创作的过程里了，还是挺享受这个过程的。会不会觉得有时候过于追求细节，然后给自己很多的压力呢？会的，每一步都是这样子的纠结焦虑。我觉得可能不只是说我一个导演吧，所有的导演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保全进度的同时，也要保证创作的极致，所以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只能找平衡，然后去抓一些重点，抓大放小这样子，然后自己心里面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以及这个剧本的内核表达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吧，创作就是这样子的，痛苦也很快乐。那我们最后给大家拉拉票好了。大家好，我的新剧《好雨知时节》，我的新剧《好雨知时节》，我的新剧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要开始预约和上线了，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多多支持，希望大家都来看，大家多多关注哦。好雨知时节这个名字呢，不仅是剧中他们角色的一个谐音，听说这个还暗藏雨欣跟浩真这个浩宇的谐音，是故意安排的。不是这个好雨知时节，其实这个剧一开始不叫这个名字的，然后是那天跟导演我们2个人在群聊天，他就说感觉这个故事的调性特别像是春天的一场及时雨，就是属于润物细无声，然后就是把女主跟男主2个人都就是一下子萌芽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就想到了好雨知时节。想完之后打出来放到网上的时候，突然间好多粉丝就在那说那个好是浩真的那个浩，然后雨是雨欣的雨，然后我跟帆帆还大吃一惊，我俩还说还可以这么理解，我就觉得就是纯粹是偶然，天意如此。男主放，男女主放。你说谁演就让他俩算大了，这也太好磕了吧！要不去找个人问一下？走，请节目嘉宾，好雨知时节选角导演。搞。终于抓到好雨知时节选角导演孙权老师了，今天我就给你们抓点猛料。哎，听说你就是那个短剧《好雨知时节》的选角导演孙权啊？啊，是我。你很有名啊。有几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这部剧的女主角为什么选了郭雨欣？是不是因为她流量比较大想蹭啊？还有就是为什么男主角选了王浩真老师呢？是因为他国民老公这个身份比较亮眼，是不是？哦，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做了选角导演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潜规则什么的？哎，别录了，别录了！你们刚才说的不是这问题啊？怎么回事啊？先关了，先关了，先关了，等会儿说。不是你们干嘛的？刚才说的都啥问题啊？我是那个节目效果，给后期留点空间。选中这2位角色。
OK， 我们回归到正题啊，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您眼中就是一眼就适配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演员？一眼就适配。对，因为我们在选演员之前，一般来说都会给他们一个试戏的片段，这个片段一定是这个角色在整部剧里的最高光的一个时刻，会让他们去试戏嘛。他们试完这个戏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演员的一个状态呀，还有这个形象各方面是否是去贴的。我们主要还是以贴合角色为主。那这次好语知识节，我们郭雨欣和王浩真老师3搭是刻意促成的吗？怎么说呢？是这样，咱们前2次合作，我们看一眼评论区的那些粉丝啊，就非常想要2位老师在一起再次合作嘛。然后我们团队呢，也是为了响应一下咱们粉丝的一个热情。如果没有这些粉丝呢，我们可能也很难有机会再次凑齐2位老师在一起。大家听到了吗？如果还想要再看他们搭的话，评论区记得热涨一点，这是可以说的吧？可以。可能会想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契机您会成为一名选角导演？是这样。我接触到短剧呢，最开始是因为是在横店影视城，然后最开始我入行是拍戏，从群演一步一步干起来的，群演、前景、特约、角色，到最后根据一些之前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些制片人，然后他们觉得我这个人比较靠谱嘛，然后而且我之前是拍戏的，也认识很多演员，他就让我去帮忙做了一部剧，然后感觉效果还好，就慢慢的就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待下来了。老师，那您现在手上有没有什么组就是我能进的？刚刚不是都叫我呢是吧？不，我来，不是，老师，帅哥，昨天不是尝试爆改了一下王浩真老师那个样子，可能气质这一块差点意思。然后我今天就去片场观察了半天，帮我考察一下，看我是不是有那个潜力跟气质。可以啊，那就先来一个克制一点的笑。那我看你挺适合哭的，那你就克制的哭吧。有点像憋不住笑，咱们再换一个吧。咱们有一段是那个男女主就是互相喜欢，但是男主又很克制，然后眼睛里面有拉丝。咱来把情绪的对着镜头深情的说：“选我好吗？虽然我没有办法给你轰轰烈烈的爱情，陪你生陪你死，但10岁，命途多舛，世人淡然。至少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我会永远的陪在你身边。”怎么样，老师？这段可以吧？换一个，可能你不太适合克制，你这个人比较外向。那咱们试下一个吧，咱就肚子疼。首先肚子疼。哎呦，很疼。哎呦，急死了。找厕所。找到了。出门里面有人。快点，这里面人不耐烦了，说你呢，里面说你呢。快点，哥。然后里面人出来了，一开门，是10岁。又克制，隐忍。你也亲自上厕所。OK，行 ，OK。那下部戏，那搞了个累。我相信你还有很长的成长空间。老师，我先走了。好。下回不要让这个人找我，没天赋。就是昨天咱们不是大概说了一下，就是郭雨欣老师和王浩真老师咋定的嘛？那就是我们这个剧里面的前夫哥跟前妻姐，他们这2个角色是怎么确定的？是这样，我们首先得要考虑一个外形嘛，然后因为和咱们这2位男女主老师在一块儿一起搭戏，这个形象各方面肯定是很有考究的。然后还有他们的年龄，因为咱们这个年龄比按照剧本来咱们的男法和郭雨欣老师他们是原配嘛，他们原配的话，这场年龄的话不会差别太远，但他的年龄呢就大概能维持在24、25、26左右，而且这个男法和女法老师就是私密的一个关系嘛，对吧？他们在里面会产生姐呀这些东西的，那说明咱们的女法老师和男法老师他们之间有一个视觉上的年龄差，然后这个女法和咱们王浩真老师他们也是一个原配，那么他们2个人的年龄要比较符合。主要是年龄、形象还有演技。比如说前夫哥他这一块的来说，他都是一个非常丰富立体的。那前夫哥这个人呢，虽然说有一个女朋友，但是他这边还挂着一个大一些年龄的一个女反派嘛，对吧？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东西，他都是有一个出发的点，去爱、自恋。可能是因为他的童年阴影。对，这个剩下的就需要演员他去看完这个剧本之后，自己给自己加一些前提，为什么这个人物会这样？他是因为什么导致这样的情况？他要更好的去带入一个这个戏。那哥，你现在干这行大概多长时间？我是00年接触的。00年接触。不好意思，20年。救命啊！救命啊！
搞错了，再来。说个题外话，假如说我出现在你的朋友圈的通讯录里面，你会在我身上贴一些什么样的表情？老师，那你现在手上有没有什么补就是补上劲的？那下部鞋，那搞这个对。学青年，南安，保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我都看不出来，也很正常。Hello， 老师你好。啊，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就是你要我改吗？对，就是我知道您不是咱们好友知识界剧组的化妆师嘛，所以就想让您帮我按照王浩真老师那个样子给爆改一下。哪种类型？王浩真的。对，我就想按照王浩真老师那个标准给我来一套。那我是化妆师，但我不是菩萨哦，不能许这个愿，我可以尽量。行，可以吗？那我这张脸今天就交给你了。好，没问题。哇，这里还有个剧本，看一眼是谁的。前夫哥，每天给他们帅哥美女化妆，今天突然给我化，有点落差。那倒不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色，你有你自己独特的点在。我说你好会让美人啊！先给你们把你的刘海先夹起来，因为要做一下妆前护肤哈。行。哇，这个小表情自打。也是智商细看啊，老师，我这个额头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光了，好几年没有见过光了。给我们男主哥化妆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男主哥天生丽质。像我们这部剧里面，因为男主哥是一个比较温柔克制那一种，所以他眉峰什么是不是会？对，稍微会给他就是没有那么锋利，而且你像他的头发，就是我们的胶感啊什么都没有那么重。女主姐她这块妆造跟之前会有什么区别吗？前期的话，我们就可能比较清冷一点，然后包括她的妆感啊啥都特别的淡。然后到了后期，他俩就是女主出去旅游之后，然后我们整个设计就是她会比较明媚一点，所以我们那个腮红呀，包括眼影和眼线都会给她多加了一点。就是碰到男主之后，根据他的衣服颜色，还有发型，就会给他做卷发。前期的话是直发。我听说你们昨天是一直干到凌晨6点。对，因为昨天是他俩的亲密戏份。亲密戏份，就是对的那种哦。你们最晚的一次能到几点拍摄？没有最晚，只有最早。天亮收工呗。就我们先记住现在这张脸这个样子，然后用完老师说的这个演员都在用的那种神秘小仪器之后，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区别。来吧，我准备好了。哦，他怎么自己在抽？对，因为它就是微电流，然后就是中间消肿。哇，大饼脸变成小饼脸了。那老师，我们是这些演员都要经过这么多的步骤，然后才能够拥有那种上镜时候那种妈生好皮肤，是吗？有没有可能他们自己本身皮肤就挺好的？像他们短剧里面那些，他怎么就是能够在化妆的时候化完之后，就看的人整个就很清爽，没有那么的油腻，粉感不要太厚。然后再一个就是演员他自己，然后人家眼神啊演技会比较好一点，就不会油腻了。王浩真老师在这个短剧里面，他的妆会有微调吗？他的话就是在服装上的色彩，前期他会穿西装啊，然后和深一点的颜色，然后到后期他俩有接触之后，然后他的整个服装会偏休闲。妆造上面我们也没有给他做的太油。就是让他感觉清清爽爽的，只不过就是从后期就是那个服装上变化，然后能显示他的整个心境，然后剩下来就是靠他的演技了。原来如此，就接下来就要进行刷腻子环节了，是吧？对啊。有没有哪一场戏就是你觉得是巨美，美颜暴击？昨天他不是在那个有风小院拍的时候，感觉加上环境啊什么的，然后他整个就是他俩的衣服整个色彩又很搭的时候，就感觉哇，就是不看就亏。对，看就亏。一定要看，对，就是看到就是赚到，不看就是亏麻了。对呀，老师，就我这个眼睛，你有没有信心给我画出来王浩真老师那种让人看一眼就戳中你的超绝大电影？割一个双眼皮儿，就是你不能在这画一下，就什么眼线、眼影、睫毛膏什么的，全部给我来一套的。你这眼线画了跟没画有啥区别啊？画不了。我是化妆师，不是整容师啊。行吧，同款步骤也算同款。对，同款眼影也算同款。OK， 那你觉得我今天能爆改成功吗？相信我吗？我相信你啊！你相信我，你只要不要求成王浩真就行。龙山坡你也来了，
假如你今天去跟妆了，会不会在旁边在那看他？哇，老娘今天这个妆化的真完美。必须的呀，真的。就是每天其实就是干化妆师的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点，就在于就是他会整个人精致了，然后他自己会心情也会好，这种的，然后就看着哇，这个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然后包括他们在镜头里面的呈现，你发现哇，这是我的作品。然后他们在那拍很甜的戏，说哇一线磕 CP 啊，那种感觉会有吗？会有呀，真的。对啊，大家就是一线磕嘛，就是嘴角根本压不住。会看监视器，会激动，就来回跑啊，他们这块，他们这块，哦呀，就也会讨论这些，也会有啊。真的谁啊？确实不假。谁啊？就是体验了一下王浩真老师同款的妆造。就好像我们唯一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化妆师，同一个化妆师，直接展示。OK 啊，家人们，咱们按照短剧男主的标准化的妆就是这样了。你们觉得我进军短剧圈还能靠脸吃上饭吗？我能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想想啊，保安。